大家好，我是大熊，欢迎来到熊与海奥华。人生是否只有一次生命？因果轮回又是否真实存在？这是一个迄今为止令很多人都十分关注的话题。在上一期，我们讲述了神灵如何创世以及部分宇宙法则的信息，而这一期我将为大家全面解读有关轮回转世的细节与知识。相信这篇宇宙法则下集会彻底颠覆许多人对生命的理解和认知。时间回到米歇还在海奥华星球时，长老向米歇说道：正如涛告诉过你的，你是被我们选来参观海奥华的，但我们选择的本质动机还没有向你展示。这不仅是因为你已经有了一个觉醒和开放的头脑，更重要的，你是目前生活在地球上的少数索卡斯之一。索卡斯是一个人在人类肉体中生活了81世的灵体，并且前世曾生活在不同的星球或是不同的等级。当他们可以继续向上攀登而不用再倒退时，索卡斯会由于各种原因回到像地球这样等级较低的星球生活。正如你知道的，数字9是宇宙数字，你的灵体经过了9次9世，将你带到了一次伟大循环的终点。米歇听后极为震惊，他曾猜测此生不是自己的第一世，但没想到竟然有81世这么多。长老打断了米歇的想法，并说道：活更多世都是有可能的，涛已经到了他的216世，不过其他人要少得多。我们还为你安排了另一场旅程，就是允许你重新访问你的诸多前世，来帮助你更好地理解什么是轮回转世，这将对你之后的写书十分有用。在3位圣贤长老以及涛的帮助下，米歇感觉自己以一种不可思议的速度向后退，穿过了一个无尽的通道。然后米歇看到自己曾经的一世是一名德国矿工，某一世又成为了一名女皇，接着还有更多场景出现，展现了米歇在其他星球的不同人生。他成为过男人、女人和孩子，2世的乞丐，3世的水手。他成为过印度的挑水工，活到95岁的日本金匠，1次是罗马的士兵，另一次则是年仅8岁死于狮子之口的非洲孩子。有42岁死于亚马逊地区的印第安渔民，还有86岁去世担任过阿帕切族的酋长。无数次地球和其他星球的农民，还有2世是苦行修道者，1次在西藏的山里，另一次则是在其他星球。在展示结束时，米歇感觉自己顺着隧道持续后退。再次睁开眼时，3位长老和涛正对着自己慈祥的微笑。为首的长老对自己说道：我们向你展示了你的前世，你应该发现到它们各式各样，如同系在一个轮子上，因为轮子是转动的，任何的顶点都将不久成为最低点，这是不可避免的。某次你是一名乞丐，然后你又能成为一个女皇。重要的不是你位于轮子的顶部，而是通过它学习了许多，极大地帮助了他人。然而在许多情况下，一名乞丐学到的会和一个国王一样多，并且在某些时候比国王学到的更多。当你在山中作为一名苦行修道者时，你帮助了许多人，比你大多数其他的人生要多得多。最重要的不是表象，而是其背后。也就是说，不在于你的一生是什么，而是在于你的那一生都做了什么。长老继续说道：当你的灵体进入另一个物质身体时，原因很简单，是为了不断地学到更多东西。就像我们给你讲过的，这都是为了你的高级自我，也就是高我。这是一个持续净化灵体的过程，无论你是乞丐、国王或是一名矿工，都是基于一样的机制。肉体仅仅是一个工具，雕刻家的凿子和锤子也都是工具。工具本身永远无法实现美，但它们却可以通过艺术家的双手为创造美而做出贡献。一件精美的雕塑是不可能被雕刻家空手创造出来的。你需要牢记这个重点，一个灵性生命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遵循宇宙法则，只有尽可能的顺随自然，才能以最快的途径达到最终目标。在讲第一篇金色星球时，我曾粗略地介绍过有关即视感的一些信息，而接下来我将做一个全面的讲解。米歇在一场演讲中说道：灵体在没有投胎时处在另一个灵魂世界，有时灵体会在那里待上上千年甚至万年。当灵体想要重新回到他的高我，也就是开始新的转世时，在高我的帮助下，灵体将看到他们能在下一世的身体里学到些什么。高我将会给你观看下一世你在地球上的一些概况，类似播放一场电影。你可以理解为在你面前放了一个屏幕，然后用非常快的速度放了一个视频，向你展示你的来世，然后问你是否想要这样的一生。但你做选择时不会倾向于比如你去了什么地方旅游，生活的是否富裕这些，而是从这一生我可以学到哪些之前没学到的东西，学习和经历一些能提升自己知识与灵性的事情。在看完后，你可以选择接受或拒绝，有时它会是一个异常艰难的人生，
但你知道你可以通过这一世非常迅速的进化，从而抵达本源。当你看完下个人生的视频，说我同意选择这个人生作为自己的下一世，然后你看到的一切也将会被抹去，所以你什么都不会记得。清除记忆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防止自杀，因为这是非常错误的行为。涛在书中的第11章节说过，无论一个灵体同意还是拒绝一场可行的转世，所有的细节和记忆都会被抹除。假设你记得在40岁左右，你会在一场车祸中失去你真爱的妻子和孩子，而你自己将被限制在一台轮椅上，这样的知识会诱使你轻生，而非面对困难，或者导致你在其他方面有不好的行为。所以电影被抹除了，有些好像你洗掉一个录音带的录音。有时因为一些意外，机器没有清除所有的信息，于是你能记得一些本该抹除的简短片段，而这些片段事实上都是高级自我让灵体所观看的电影。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人在他们的一生中会遇到几次这一幕好像发生过，我之前好像在哪见过或者听过，并且他们知道接下来的行动或话语，而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即视感或似曾相识。米歇在演讲中还特别强调了概况2个字，也就是说高我给我们播放的电影只是概况，一些可能发生的情况，我们可以改变很多事情，因为我们拥有神灵赋予的自由意志，我们自己的选择决定了在这个概况下所谓的最后走向。如果一切都是100%固定的定数，那我们就不需要改变什么了。清除记忆的原因有很多，比如当你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你就会刻意的避开它，而不能学到本该学习的东西。我们常说我们无法选择我们的父母，可实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因为父母也确实是我们当初自己的选择。米歇说过，了解高我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极其重要的。在上一期我们讲过有关高我的部分知识，比如造物主神灵位于宇宙的中心，它是由无数庞大浩瀚的电子组成。神灵将高我分成了9个不同的等级，以及在地球上我们每个人都是由1级高我的1/9分别占据。这1/9就是我们所说的灵魂或者灵体。随着你灵体的学习进化到达一定程度，你将结束1级高我的循环过滤，从而加入到2级高我，并重复同样的过程，直至通过第9级的高我。圣贤长老告诉米歇，你千万不要认为1级高我和其他等级相比无足轻重，虽然它处在最底层，但它仍然非常重要和强大，它可以治疗疾病，甚至起死回生。你通过你大脑的通道和你的高我持续的交流着，就像信号收发站一样，直接在你的灵体和高我之间传导着特殊的震动。你的高我不分昼夜地监视着你，并可以进行干预，从一场事故中将你拯救。比如某人要赶飞机，结果出租车坏在了去机场的路上，叫来的第2辆也跟着坏了。你真的相信那是巧合吗？后来那架飞机在30分钟后坠毁，无人生还。再举个例子，一名患有风湿疾病、行走艰难的老妇人正在过马路，在一阵巨大的鸣笛与刺耳的轮胎急刹车中，她却奇迹般地跳到安全的地方。这要如何解释？那不是她应死的时候，所以她的高我干预了。在1%秒内，高我触发了她的一种肾上腺反应，给予肌肉足够的力量，才做出了那救命的跳跃。我们之前还提到，你与地球上其他8个人，也就是9个人共享同一个高我。这9个人可能处于世界各地的任何城市或地方，除非同卵双胞胎可以确定来自同一个高我。比如双胞胎中的一人出现了危机或灾难，往往另一个人也会有感应，而这就是因为他们如同手握对讲机一样，将这个信息自动传送给了同一个高我。米歇介绍说，高我是无处不在和无所不能的。假设你和一个位于其他国家的人拥有同一个高我，他能在帮助那个人的同时，也在这里帮助你。米歇把神灵比喻成一个国家的教育部长，他负责制定教材和规划我们学习的内容。人们或许知道教育部长的名字，但几乎没人能见到他本人，而我们学校里的老师却可以面对面的辅导并教授我们知识。实际上，高我就是我们的老师，他时刻处于我们的身边，你甚至可以直接联系他。米歇说，请随意向高我祈求任何事情，一个简单的方式，比如你双手双脚交叉，因为你与高我之间一切都是带电的。当你这么做时，你就相当于将电路闭合，因此你会有更多的能量和高我进行沟通。然后你可以向他祈福，也可以大声地求他帮助，小到寻找车位，大到治疗非常严重的疾病。涛告诉过米歇，
如果你想提升自己，你必须先冥想，然后再专注。通过专注，一个人可以和他的高我进行交流，请他的高我帮助自己克服尘世间物质上的困难。但如果你的高我判断这个帮助对你的学习有害，那么他就不会实现你的要求。米歇还说道，你的高我完全知道你的死亡日期，以至于几分几秒。因为当你说我同意选这个身体作为我下一世的学习工具，你就会和你的高我签订某种类似于合约的东西。你拥有来自神灵的自由意志，因此你有权利选择任何你自己想要的行为。当你选择自杀时，就代表你违约了，而你的高我永远都不会违约。自杀是极其荒谬和浪费时间的。举个例子，假设你签订的年龄是99岁2个月零3周的某时死亡，你的高我会确保你活到那个时候，因为他在照顾你，一直保护着你。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会称他为守护天使。正如之前圣贤长老举例的那样，当你想赶上的飞机即将失事，高我会进行各种干预，确保你不会登上那架飞机，因为你合约记录的日期不是在这天死亡。人们会说这个人运气真好，避开了这次灾祸。事实上这并非巧合，而是来自高我的帮助。米歇又举了另一个例子，假设你的合约本该是在2个小时后正常死亡，而你突然非常的不开心，提前选择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你的确会重新转世，在新的母亲腹中度过9个月，但不幸的是，你将会成为夭折的孩子，在出生2个小时后离开世间。与灵体转世有关的一切都在你的高我和你自己之间。地球上几十亿人，每个人都有着不同的灵体、不同的目标，以及不同的体验与学习。而证据就是，这几十亿人中没有任何2个人的指纹是完全相同的，即使是同卵双胞胎。因为高我和灵体自身构建了那样的指纹，类似于某种独特身份的标志。这是物理标志，但也同样代表了每个人精神与灵体上的各不相同。米歇还说过，自己有3个灵魂向导或指导灵，有时会出现在身体周边，他们与高我联手工作，每个人拥有的向导数量都不同，这些都是灵界里对你有益的实体，类似高我保护着你。这些我们以后会做详细介绍。米歇说，忘记你所谓的物质身体，灵体才是你的本身。比如这一世我叫米歇，上一辈子我就是其他人。这就好像是我们在开一辆车，你选了一辆车，进入车里，然后驾着它行驶。当旅程结束时，车子完全坏了，你离开了车，将它交给了废物处理站，这就像你的遗体被送进墓地。当人们说他去世了，实际上他只是去见了高我，准备下一个旅程。很多有过濒死体验的人都提到过，死后会进入到一个巨大的通道，然后看到一束白色的强光，而那个白光就是你的高我。有趣的是，在1994年曾出版了一本名叫《灵魂之旅》的书籍，写了很多和米歇书中完全一样的内容。这本书讲的是一位名叫迈克尔·纽顿的心理学博士，他也是美国认证的催眠治疗大师。他在书中写下了很多他在给予患者催眠治疗时，每个人都提到了有关前世以及灵魂世界的记忆。而这位催眠师将所有的案例真实的记录与整理，最终完成了这本《灵魂之旅》。米歇曾说过，灵体由2部分组成，一部分是意识，另一部分为潜意识。而你的灵体电子就在你的潜意识里，你每一次转世的记忆都存在其中。正如人们所知，催眠治疗的最重要一环就是激活人们的潜意识记忆。比如《灵魂之旅》在书中提到了一个回溯案例，一个灵魂在生前残忍地伤害了一个女孩，令人发指。而这个灵魂后来投胎成了女人，并生活在了一个民风残暴、没有人身安全的环境，因为她必须为自己生前的恶行负责，来体会她当初对那个女孩所做的孽。而这就是上一期涛曾提到过的因果法则。在《灵魂之旅》的第12章，另一个催眠案例中写道，一旦灵魂决定再次投胎，他会被领到一个选择人生的地方，在这里考虑何时投胎、去哪儿，以及决定新的人生用哪个肉身。灵魂在决定转世时，会被带到一个被他们称为宿命之环的地方，而大环的周围有好多的屏幕，在管理员的帮助下，这些屏幕会播放人生全景电影，如同观看正在发生的真实生活。灵魂可以随意进出屏幕，提前进入到场景中进行体验或是观察。被催眠的患者说道，就算在这里，我们也看不到完整的未来。管理员把有些地方弄模糊了，因为来世要做一些重大的决定，自己将不得不接受任何错误选择的后果。
作者问道：如果像你说的，人未来的命运不是完全注定的，那这地方为何又叫宿命之环？患者回答：命运当然有，生命的轮回已经注定，只不过有很多变数还不明了。事实上，这里就是米歇之前所说高我向灵体展示的各种概况。这本书还提到，在投胎前，当灵魂选好新的身体并做出计划时，人们将忘记所有前世记忆，而原因是非常多的。被催眠的患者说道：与其因过去的行为而预知将来的报应，不如从一张白纸开始学起。如果人们记得前世的一切，很多人会过于注意前世，而懒得尝试用新的方法解决问题。还有一个健康的人选择了自杀，灵体需要重新投胎来弥补逝去的时间，以自杀的方式结束一生，来世还要受到同样的考验，而且更为严峻。也就是说，你本该完成的学习内容并不会因为你的自杀逃避而降低难度。正如米歇所说，自杀是极其荒谬和浪费时间的。书中的另一个催眠案例讲述的是一位女士喜欢体育活动，但一生都在忍受双腿疼痛的反复发作，多年求医也未能找出病因，甚至被之前的医生诊断为心病。而这次作者帮她催眠回溯前世，发现她曾经相连的两世分别选择了一次极其健康强壮的身体与一次双腿残疾的人生。患者在催眠中说道，自己第一次在人生选择处选择了一个几乎从不生病且对疼痛也十分有耐力的肉身，为的是体验一个自由且强悍的生活。当作者询问为何紧接着下一世就选择了一个严重残疾的身体时，患者回答：我选择残疾是为了积累智慧，不能走路迫使我更多的阅读和学习，我的心灵在成长，我一直为许多不幸的人写作，又成了优秀的老师。在摔断双腿的头5个星期，剧痛超出了想象，而上一世抑制疼痛的能力留在了我的记忆中，帮到了我。我在抑制疼痛中掌握的技巧，后来让我在学习中聚精会神，同时我的灵魂向导也一直在帮助我。作者继续问，就是说你在无法行走的一生中受益匪浅？患者回答，是的，我成为了一个倾听者和思想者，在这一世取得了重大成就。灵魂之旅的作者在书中总结道，来世生活的难度取决于灵魂对自己的要求，如果前世是轻松的，自己取得的进步小，也许就该选择一个伤心甚至悲痛的来世。一个灵魂顺利度过没有挑战的一生后，又会选择一个动荡不安的来世，给自己增加负荷，追赶修炼的进度。假设灵魂选择了某个极端，迟早会有一个相反的选择来抵消它，这样灵魂才可以得到均衡的发展。这就如同圣贤长老对米歇所说的那样，人生的轮回仿佛是一个车轮，顶点与低点不断切换，重要的不是表象，而是你在新的一生学到了什么。由于时间关系，我只介绍了灵魂之旅的少部分内容，在这本书中还写到了许多有关灵魂世界的信息，而之后我会专门做一期视频为大家详细讲解。要知道，《海奥华预言》是在1993年正式出版，比这本《灵魂之旅》还要提早1年。而就是这仅仅1年的时间，后者也绝没有抄袭前者的可能，因为即使不算打印与发行，光是写完整本书就远不止1年的时间。因此，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他们的内容都是事实，如此相同绝非偶然。而接下来我要讲的是发生在我身边的真实事件，就是在我正式制作这期视频的前1个星期，我有幸去拜访了一位人们口中的灵疗师，从他的口中我得到了更多有关轮回转世的证实，而这一切还得先从2年前说起。在一次聊天中，我的一位同事向我分享了他的真实经历。他的真名叫塔尼亚，今年刚满50岁，是土生土长的澳洲人。他说自己曾经患上了严重的皮肤癌晚期，连医院也几乎束手无策。一个偶然的机会，塔尼亚的一位朋友给了他一位灵疗师的电话号码，并告诉他你应该去见见这个人。之后就是在这位灵疗师的帮助下，以某种能量治好了他的癌症。那位灵疗师告诉塔尼亚，你之所以能得到我的电话，是因为我们某一世曾是亲姐妹。当塔尼亚想要给予高额的费用作为救命的答谢时，却被他拒绝了，最后也仅仅以捐赠的形式支付了几十块作为感谢。塔尼亚还提到，这位灵疗师没有任何宗教信仰，但却相信有某位创世神的存在。这件事当时在我脑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事情过去2年后，我突然想起了关于塔尼亚的经历，我特地回到了我曾工作过的地方，通过那里的负责人有幸再次联系到了他。巧的是，他已经搬到了墨尔本，和那位灵疗师刚好处于同一个城市附近，因此我决定分别拜访他们2位，做一次细致的采访。
我驾驶了1000多公里，时隔2年再次见到了塔尼亚，询问了更多的细节。塔尼亚说，她当时被医院诊断为一种叫做黑素瘤的皮肤癌症，这种癌症分为1到4级，而她当时已经达到了4级，只不过4级里又分为 A、B、C。她说，如果病情达到了4C，或许随时都能说再见了。而她的医院检测报告是4级的 A， 同样十分严重。医生所提出的手术方案成功率并不高。鬼使神差一般，他获得了这位灵疗师的电话，并接受了治疗。他说，这是一种被叫做 Reiki 的灵气治疗术。在治疗过程中，患者躺在床上，灵疗师通过连接某个铃而完成治疗。带着更多的疑问，我终于来到了这位灵疗师的家中。他的真名叫 Dorothea， 今年84岁，曾经的工作是一位雕塑师。他是德国人，但很早就来到了澳洲。他有着完全不像是80岁的状态与活力。当我们坐下后的第一句话，他对我这样说道：从你走进来的第一刻，我就知道你自己选择了这一世来地球上帮助其他人，就像我当初选择来帮助其他人一样。你是否知道你并不是只有一次生命？我当时回答，我十分清楚轮回转世的存在。当他向我介绍有关灵气治疗时，他说道，其实我本身并没有任何治疗能力，我所有的治愈能力都来源于我所连接的某个灵。我所见到的它仅是一束白光，你可以给它任何称呼，叫它 Big Boss 或者 Lord。每当我连接它时，都是由它来决定患者是否能被治疗。由于在对话中 Dorothea 经常会对她所说的灵使用不同的称谓，为了方便大家理解，在这里我们先统一称之为指导灵。在海奥华预言的第6章节，米歇曾这样写道，地球上所知的灵疗可以在治疗师高我的帮助下实现，而不需要患者在场。在患者允许的情况下，合格的治疗师可以帮助到来自任何地点的患者。这不是任何能量交换，而是高我层面的信息交换。其实 Dorothea 口中的指导灵就是米歇所说的高我。事实上，在与他沟通以前，包括我在内，相信所有人都会以为是灵疗师本人具备了某种能量或气功，通过传导这些能量来完成的治疗。而米歇其实早就写道，这种治疗都是经由高我完成，而非灵疗师本人。然后 Dorothea 接着说，他自己也同样可以远程治疗。他拿起一个毛绒玩具说，当我对着手中的玩偶想象着某个患者的名字和细节，拜托自己的指导灵治愈这个病人，就可以完成患者不在场的治疗。当我询问他如何得知他与塔尼亚在某一世是亲姐妹时，他向我举了一个例子，并说道，我曾经有一位病人，臀部的一侧一直患有莫名的疼痛，医院却查不出任何结果。当他来到我这儿接受灵气治疗时，我通过指导灵看到了这样的画面。在某一世，我与他曾处于同一个印第安部落。我看到这位患者在那一世急速地跑回村落，向我们警示敌人正在来袭。就在途中，他被敌人射中了臀部的一侧，留下了非常严重的伤。而我的患者在我施展治疗时，竟也同样看到了这一幕。就在那次治疗后，他臀部的病痛也彻底消失了。很显然，他看到与塔尼亚曾为姐妹也是同样的方式。最后一个问题，我问了他，什么样的人是无法被医治的？或许很多人认为答案会是好人能被治好，坏人却不能时， Dorothea 却给了我完全不同的答案。他十分严肃地回答道，在他几十年的灵疗时间里，他发现有些患者十分善良且品德优秀，但指导灵并没有能治好他们。可一些与之相反，为人并没有很好的人却成功被治愈。这个问题曾困扰了他很长时间。某天，他非常认真地向指导灵询问为何会如此，而接下来他的指导灵却给了他这样一个画面，那就是牺牲。他向我解释道，我们之所以来到人世，是为了学习和累积。有些人故意选择了较为悲惨的生活，牺牲了这一世，去换取普通人可能12世才能累积的经验与成就。也就是米歇曾提到的，当你预览完一生，与高我签订了某种转世的合约，你的某些伤病与死亡时间都是你在灵魂世界故意选择的命运，而这些东西是无法被打破的，目的都是为了更好的向上攀登。看到现在，想必大家也明白了，灵疗师 Dorothea 是通过与高我的高度连接，灵魂之旅的作者迈克尔·纽顿是通过对患者的催眠回溯，而米歇则是来自海奥华长老与涛的传达与揭露。他们三方都是经由不同的渠道，却神奇般地讲述了同一个事件与真相。让我们重新总结一下宇宙法则中关于因果轮回的重点。来世的种种困难就是每个人的命运，这些重要的转折点都是你当初为了学习所故意选择的课题，但你的自由意志大于一切，你的选择与处理方式将决定了命运之后的走向。
而你在人世间做出的错误行为，也都必须为其承担果报。米歇说，轮回的诀窍就是不再轮回，也就是能早日完成所有必要的学习与修炼。我们不需要提前知道未来，你当初完全知道你要学什么，才选择了这一世。当你在地球去世后，你的灵体将转世到另一个更高级的星球上去，2级、3级甚至更高，这完全取决于你当下修行的进化程度。每当我们彻底克服掉一个缺点，也就意味着来世不必再面对相同的困难，因此逃避是毫无意义的。我们要学会乐观与感恩，把每一天都当作是一次全新的体验和冒险，理解任何阻碍都是帮助自己的磨练。圣贤长老在前面特别提到，米歇作为苦行者的那一世获得了巨大成长，帮助了非常多的人，因此除了自身的心灵修养，帮助他人也是十分重要的。很显然，这种帮助与金钱无关，更多的是从精神层面帮助了多少人成长向善。其实这也是我当初决定做此类视频的真正目的。无论这是我当初自己选择的，还是这本海奥华语言偶然激起了我想要分享的意愿，我知道能帮助更多人了解到这些知识是十分有意义的。我理解像这样如此颠覆性的知识很难让人在短时间内相信，但那些少数灵性觉醒的人非常清楚这些知识都是真实的。如果人们愿意分享这些重要的信息，这不仅能帮到他人，同样也会使你自己成长受益。你不必担心他们是否相信，因为你很清楚这些信息他们需要知道。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见。